人民日报吹捧习主席，要求大家做到4个字儿，哪4个字儿啊？自讨苦吃。我们的年轻干部要自讨苦吃，没事就要自己找苦，绝对是反贼写的。钱志敏被英国抓了，钱志敏号称比特币女王，涉案金额比特币55亿英镑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英国佬吃饱了。东北第3年连续夺得10式9空称号，东北人进入濒危物种的行列了。别保护东北虎了，先把东北人保护起来吧。人民日报吹捧习主席，要求大家做到4个字儿，哪4个字儿？自讨苦吃。我开始以为我看错了啊，而又来个高级黑低级红的海外法轮系听床师吧？一看还不是啊！我真的看了一眼人民日报原文，真的是我操！人民日报刊文针对部分中国年轻官员、党政干部躺平心态发表文章说，现在的年轻干部对苦活难活是能躲就躲，拿自己资历浅没经验当挡箭牌。而我们的总书记习近平就告诉我们，年轻人就是要自找苦吃的。我们的年轻干部要自讨苦吃，没事就要自己找苦，多吃一点苦啊。这篇我怀疑是反习的人写的。这篇以年轻干部不妨自讨苦吃的文章说，习近平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期间，专门帮乡亲们打坝修田，甚至建沼气池喷一脸粪。自己的首要求就是自找苦吃。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时间，这么好的时代，年轻人干事创业的大好时光，年富力强啊，还躺平，你这样多吃苦的啊！对，要经风雨见世面，壮筋骨长才干，不断的成长，从入行新手到行家里手进行转变啊。这篇文章表示，现实中个别干部成长慢，所以呢能躲就躲，不愿意吃苦。我们要勇于自找苦吃。你这啥水平？你看我大老王啥水平？我就告诉大家，年轻人的成功4部曲叫什么？远行、奇遇、学艺、归来。这听着什么是不是人话？要被利用价值最大化，是不是一个道理？你怎么能叫自找苦吃呢？什么水平啊？还人民日报拉出去，直接给他们犬决、炮决，绝对是反贼写的。那就是说总书记让人自找苦吃。我们知道总书记不容易，我们知道总书记小学没毕业就念了清华博士，这个挑战很高的。我们也知道总书记呢，年轻的时候在河北不受待见，高阳同志不给他安排工作，他让他爸习仲勋给高阳写信，他去那儿投奔人家去了，当正定县委书记的。他想着往上爬，然后那个高阳高阳死看不上习近平，习近平在县委书记位置上一窝好几年，上不去，着急想解决一下，副厅他解决不了，他爸就是习仲勋给高阳写信，把高阳气坏了。高阳开大会点名，有的人自己能力不行，年轻干部自己能力不行，自讨苦吃，没事找事让他爸爸给我写信，这样的人我就是不用，我就不给你面子。我操，当着所有的河北各县各市的领导这么干，我操，老习混不下去了，没办法，找他爸找向南去的福建。向南挺够意思，向南不像高阳那么不够意思。向南呢就想给他安排厦门，对吧？大家知道吧？这段大家好多人都知道吧？去厦门当个副市长试试，结果他妈选不上，就一个候选人还没选上，最后没办法就去了宁德，当了个宁德地委书记啊。宁德在福建都比较穷嘛，没人愿意去嘛，他就去了。为什么不去厦门，不去福州？一开始选不上啊！我操，这是向南虽然说了算，还是选不上啊，因为确实是能力是有点差，特有意思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年轻干部，你要想知道实话，第一，你爹得好使，你爹要写信；第二呢，你爹不好使，你岳父好使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第三呢，就是你得命好。你爹好使，爹好使的有的是，不也上不去吗？那刘少奇儿子不就没上得了，对不对？姚依林的女婿不也上不去？薄一波的儿子不也上不去？你得有那个命。至于讨不讨苦吃，那叫幸存者偏差。他是被喷过粪，但是他没被喷过粪，他也能当总书记。他天天躲到被窝里看《资本论》，看3个火枪手，看《金瓶梅》，他一样能当总书记。命好，跟他妈自讨苦吃没关系。你自讨苦吃，你没个好爸爸。钱志敏被英国抓了。钱志敏是谁？钱志敏就是类似于刘小胡子那个
柬埔寨叫陈志的啊，就是叫钱志敏，这货在英国伦敦被抓，号称比特币女王，多张被捕的画面曝光，表现出了钱志敏的一个犬化人生。英国法院宣判中国女人钱志敏因策划及主导规模空前的比特币洗钱，判11年8个月，创下英国刑事历史上最大的加密货币犯罪金额记录。涉案金额比特币啊，55亿英镑，55亿英镑啊！我操，你说的是美元，我说的是英镑啊，55亿啊，就是快1000亿人民币了，这货大几百亿人民币。警方同时查获了没收了钱志敏7个比特币钱包。所以你看看啊，就是你这倒腾来倒腾去，被英国怎么讲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英国佬吃饱了，这个大傻逼钱志敏，这个应该是个浙江的吧？看这个样子，不是浙江就福建的。钱志敏这个老娘们儿啊，47岁啊，比我还小，长得像我奶奶。比特币女王，2017年在中国犯了事儿跑了，骗了12.8万投资者，庞氏骗局弄了400个亿走了，取人家以300%的年回报，然后卷钱跑了。他曾经以什么皇后的造型出席各种投资大会，啊，就有点像那种啊，大家懂吧？就是那个听懂举手，听懂掌声的那种骗子大会，他在中国干这个，然后骗了这些人的钱之后，买成比特币啊，持圣基兹及尼维斯护照入境英国，一直藏在英国。在欧洲自封王国兴建最大的佛寺，你这都是纯傻逼！你这个钱脏钱，你跑英国去，你不找死吗？你啥背景也没有，你也不是共济会的13级长老，你往那儿跑什么呀？警方调查发现啊，钱志敏2018年曾经被英国警察上门调查过，他当时冒用假名，假装脑瘫，卧病在床，骗过了警察。之后，他曾以多个假身份在英国潜藏了6年，过着奢靡的生活，在伦敦、汉普斯特德、约克及苏格兰租住豪宅，雇有管家、司机和佣人，挥金如土。在苏黎世购买价值4.4万镑的钻戒，在哈罗兹花费9万英镑买衣服，在名店 Van Cleef 购入11万英镑的名表。还计划在迪拜置业及购买意大利1000万别墅。去意大利和去迪拜就对了，去黑道那儿黑吃黑的无所谓，你多花点钱买个安全。他幻想借巨额财富混入上流社会，日记中写着要购买豪宅与贵族身份，要与达赖喇嘛及教宗那个天主教教宗会面，要在欧洲自封王国兴建最大的佛寺，只是手下以比特币黑金购买伦敦2栋总价超过3500万英镑的豪宅，在买豪宅时触发银行洗钱警报，引来警察追捕因为买豪宅把他给抓了。然后事实是怎么样呢？事实怎么样？你们会不会觉得他过着奢靡无度的像沙特国王一样的生活？屁！我操！英国警察破门而入抓他的时候，他正在自己床上睡觉呢。我跟你一点不夸张的讲，像个狗窝一样。他那个所谓的保镖和司机，就是两个福建土炮就是那种保镖和司机完全属于不会用洗碗机的人，大家懂吧？就是用手洗碗的人就是这个是个纯土炮，属于你把你的狗给他养，他都会打狗的那种人，属于他会忍不住把你吃剩下的饭、吃剩下的菜喂给你们家的名犬的人，纯属中国农村来的土炮。这些孙子怎么弄着这么多的钱？气死我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这太影响中国人的形象了。他住的那个床就跟猪窝一样。他那个床，他那床垫，他那床品，他那个边角柜和床头柜，警方破门而入的时候都在镜头里边，那是浓浓的3聚氰胺风，完完全全的拼多多货，就这么个玩意儿。你要55亿英镑干嘛呀？对这货呢，想改善生活，买个3500万英镑的豪宅，还不会呀，狼狈极了，然后触发了反洗钱。你钱你都不会玩，你个臭傻逼，只会用比特币冷钱包
你这不会的话，你这拿那个比特币冷钱包啊，直接去买豪宅。钱志敏是江苏如皋的哦，我说看着像浙江人啊，江浙那边的，哎呀土炮一个。这个法官萨利法官形容案件前所未见，是我也前所未见，因为这么土鳖的人，一点气质的人都没有的，拿55亿英镑，这是人神共愤，斥责钱志敏纯粹出于贪婪啊，英语这个词叫 greed 啊，无视受害者。啊，只顾奢华享乐，萨利法官，你错了，他都不会奢华享乐。他的男管家 Zong Hawk-Ling 一看就是个傻逼，那个照片也出来了，因涉嫌帮助转移赃款，判监4年11个月。苏格兰场的 Detector Will Line 说这是有史以来英国最大的、最复杂的经济犯罪调查，我相信不会太复杂，因为他们的脑子没有那么多。啊，英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丹·加维斯说，英国决心打击黑钱，判以重刑啊。当然了，英国现在穷叮当响，见着这些人肯定来劲啊，全都给你没收了呀。英国政府正在向高等法院申请罚没资产，啊，不用说了，正常啊，就是韦小宝抄鳌拜家，全运到我家里去，我要点一点啊，我很兴奋啊，我太兴奋了。东北又出名了，2025年人口统计数据出现了，东北第3年连续夺得10市9空称号，10个村9个村断吹了。现在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连续第3年，中国的死亡率第1、第2、第3就是东3省，当然出生率的倒数第1、第2、第3也是东3省。26号，中央发布最新统计人口消息。2024年度全国人数出生率，黑龙江倒数第1，勇攀高峰；倒数第2当然是吉林了，倒数第3当然是辽宁了，黑吉辽少不了，所以生的少，死的多呀。死亡率排名、离婚率排名啊，这个死亡率排名第1名黑龙江，第2名辽宁，第3名吉林，略有不同。离婚率排名第1名吉林，第2名黑龙江，第3名辽宁，这个就是说明什么了？东北人进入濒危物种的行列了。东北人真有问题。东北人开玩笑说，别保护东北虎了，先把东北人保护起来吧。按这个节奏下去，东北虎还没灭绝，东北人先灭绝了。一栋栋的空房，小地方10室9空，年轻人都去大城市甚至关内发展了，人留不住啊，东北无法振兴。这也是事实。这么多的楼房，包括东北的3线城市、东北的4线城市，那个楼房都是空，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空着。有人说这2天我在哈尔滨旅行，我发现哈尔滨没人呐，街上没车呀，真的是很瘆人呐。所以东北人啊，自嘲自己领先全国至少10年。为什么？出生率、死亡率、离婚率，你以为东北是倒数第1吗？错，这是东北是遥遥领先。为啥呢？因为东北人早就经历过了，早就看透了。作为中国第1个工业化的地区，第1个城市化的地区啊，你没听错啊！1930几年、1940几年，中国的东北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。在1950年代，东北的城市人口占比是50%。大家都知道，到1979年、1980年改革开放，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占80%，但是在解放前，东北的农业人口只占到50%。中国的工商业人口已经占到了50%，东3省啊。那么工业化率也是最高的 ，GDP 也是最高的。中国东北的大学普及率也是最高的，中国东北的公路、铁路的普及率也是最高的啊。在1949年，可惜啊，满洲地区就这么沉沦了，东3省完蛋了。东3省遥遥领先，10年前东3省就拍短视频做直播，全国人民笑话他们。可今天呢，全中国人民都在发疯拍短视频做直播。10年前，东北人就流行摆地摊卖烧烤，10多年以后啊，全中国都在摆地摊卖烧烤。这个10多年以前、20年以前，东北老龄化严重啊，年轻人跑没了，那农村没人了。到今天呢，全国农村未来啊，10年以后估计也都没人了。所以呢，中国东北在过去10年官方人口统计，人口数量下降了1200万人，这是什么数据？可怕不可怕？东3省在过去的10年啊 ，population 就是人口减少了1200万人，
出现了大量的无人村、无人镇、无人单元楼这种情况，大部分都是老年人领低保、领社保啊、领退休金的年轻人都跑了，这个是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啊。那么官方抛出一个所谓的东北平均收入的数据，说东三省的月平均收入7000元，引起东北人骂翻天。如果月平均工资是7000，那大部分人都应该是挣7000左右，那7000的人在哪儿？据说目前的东北经济是一个月挣4000，算是工资高的。那么统计出来的7000平均工资这个数据来源如何？这是非常不爽的。2025年沈阳市的平均工资数据是8500元人民币月收入。那大部分沈阳人民说：“我操，我拖后腿了呀！我没有8500块呀，我就沈阳户口，我身边的人也都没有8500块，怎么统计的？你们是不是忘统计我们了呀？”所以呢，东北人问：“今年咋的了？我们是不花钱了吗？”去年这时候天冷了，奶茶、咖啡、蛋糕、烧烤。今年啊，上午10点半干到下午5点，我干这些摊的老板，26单110块钱啊，一天干26单，收入110块钱，辛辛苦苦从早干到晚，啊，挣110块钱，一个月30天不收工啊，那毛利大概就是3万块钱啊，你刨了人吃马喂的成本啊，物料啊，租金。啊，月平均收入8500，那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东北的当下赚钱有多难啊？说摩的送货20分钟只要7块5，打的也差不多啊，真的是物价特别便宜，老百姓啊挣钱难，所以东北变得非常穷。这个瞎统计啊，沈阳月平均收入8500，那沈阳。那还独立个屁！那满洲不用独立了，月平均收入真8500，大家都搬到满洲去了。我操，东三省还独立吗？所以这个月收入7000毛，哎，这个靠谱。月收入7000元，东三省连农村算上，你这不是睁眼胡说八道吗？国外的按摩站街大妈都是东北的，快别说这个了。以前东北人有钱，你们现在没有钱了，他不就得站街？